一个生活有点不幸的肖战粉丝的分享，让我的失落瞬间释怀。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肖战今年又是没有跨年舞台的一年。在临近跨年的时候，其实沙哥已经看到个别粉丝有一些不满，虽然这些不满的言论可能是黑子批评肖战没有跨年舞台，有的人肯定不理解，也有粉丝肯定是失落的。毕竟肖战作为断层顶流，谁都想看看肖战的光芒。虽然知道肖战跨年是在工作中度过的，肖战昨晚拍戏又是拍摄到凌晨2点才回到酒店，也都知道一部又一部的作品比什么都重要，但是在这些特殊的日子看不到舞台站，多少还是有点失落。就在新年的第一天，沙哥看到一位粉丝在跨年的当下写了一篇肺腑之言，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这位粉丝是无数平凡人中的一员，甚至有些不幸，唯有真诚打动人心。看完他的分享，肖战没有跨年舞台的失落也一下子就释怀了。肖战没有跨年舞台，如果你也是失落的，不妨听听这位同担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2022年还有23分钟就要结束了，我没有看任何一个台的跨年晚会，因为没有肖战。没有肖战的晚会是不值得期待的。我不是肖战的粉丝，至少我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粉丝，最多只能算路人粉。我为什么喜欢肖战？最初喜欢他肯定是因为《陈情令》，他把魏无羡演绎得非常好，但这不足以让我超越其他演员去喜欢他。深入去了解这个优秀的男孩，是因为227，这是很多家的痛，也是很多黑粉的荣耀，更是很多路人的困扰和讨厌所在。227把网络搞得乌烟瘴气，似乎那段时间所有人都疯了，下面疯狂的对战，黑粉们的招数恶毒更是层出不穷，路人被这样的网络氛围所打扰不胜其烦。我不明白，那么好的一个男孩为什么会遭遇全网黑？我看到有人恶意剪辑丑化他，我看到有人恶意中伤他，我甚至看到过有人给他 P 一下 P 追悼会。我彻底愤怒了，要有多么的恶毒和恶心，要多么的无耻，才能为一个好好的活人做出这样的事来？我开始作为一个路人竭尽所能的去为辩解，为他争论，可是招来的同样是谩骂和攻击。那些人完全不讲道理，也不听你讲道理，只是单纯的用谩骂来发泄内心的不满。我的私信里充满了非常肮脏和恶毒的咒骂，一切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那些未成年的孩子是一把把利刃，把文明、教养和礼义廉耻切得粉碎。我很难过，为我自己，为那些被操控不辨是非的孩子，更为了这个无辜的大男孩。没有227，他也是父母手心里的宝，他也该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包容和欢乐。他本应得到荣耀鲜花和赞美以及尊重，但现在他的生活暗无天日，水深火热。资本的过错我们无法追究，也许事件的平息本身也有资本的操控，我们不做妄评。227平息之后，肖战过得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他的粉丝也开始小心谨慎地支持他。2020年的12月20日，星光大赏，传闻肖战会出现，我和同事早早约好了一起支持他，不能到现场，有他的节目支持一下，收视率也好啊。我们用抖音直播看的，我们亲眼看着在肖战出场的时候，观看的人数持续暴涨。说实话，那一刻心里是很安慰的，能走过227着实不容易，人数的暴涨说明支持他的人还是很多呀，这真令人开心。看着他在演出前不安的表情，紧张到用手转动指环的动作，握拳为自己打气时的坚定，内心充满了感动。接着就是著名的红海，真的特别令人感动，几乎从头哭到尾，但这也不足以让我那么喜欢他。在这之后，一切都开始好起来。肖战接受过一次专访，当主持人问到227的时候他在想什么的时候，肖战苦涩地笑了一下，他说那时候他跟自己说，肖战，你要好好活着呀，那句话让我非常破防，也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弦。你要好好活着，没有经历过艰难苦痛的人是无法理解这句话所包含的那种痛心和无奈的。没有人知道这句最简单的话能够给自己多大的鼓舞和勇气。共鸣，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共鸣。那时正在经历着人生的低谷，自己生病，家人生病，
诸事不顺，所有的一切从2017年就开始那么的不如人意。我像肖战一样不能理解自己所陷入的困境，生活变得压力重重，又让人无所适从。我一度觉得厌生，似乎死亡也是一种解脱。我知道我有些抑郁了。在人前，我努力装出坚强乐观的样子，但其实我很抑郁。我也希望能排解这种抑郁，但是我找不到方法，尤其是很好强的我，不希望任何人看到我发软弱无能。那时候我也曾对自己说，你要好好活着呀，你要好好活着，你有父母需要尽孝，你有孩子需要养育，你还有朋友家人需要关照，你死不起，所以你要好好活着呀。真的，有些人可能会冠冕堂皇的给你讲很多的大道理，甚至教育你，但他永远都不会明白，你折断了一个人的翅膀，却又希望他能够飞翔的想法有多么的虚伪和无耻。他带给你伤，却又希望你不痛，他甚至不告诉你他给你一刀的理由是什么。我像肖战一样想不通，说1000到1万，能够支撑我们走下来的也无非是肖战的那句你要好好活着呀。这种痛无人能懂。那一刻，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大男孩，是心无杂念发自灵魂的喜欢。别跟我谈什么坚强、勇敢、乐观，没有真正面对内心无法排解的痛苦和抑郁，这样的话相当于一个屁，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说上一火车虚伪的大道理，也不如让自己活下去这一句话来的有用。后来我乐此不疲，做了很多在别人看来幼稚的事，打榜、氪金、买肖战的代言，就连生日礼物也大多是肖战代言的产品。我甚至去看了肖战代言的上汽奥迪，哈哈，虽然我现在买不起，但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呢？万一我努力挣钱就买得起了呢？2022年，身体依然不好，贫血让我的血红蛋白低到60，走不了路，摔跟头，心脏受损严重，去医院输血，又没有合适的血源。好赖朋友发动了个人关系，最后弄到1200cc，我活过来了。这个冬天本已难熬，又赶上疫情，因为免疫力低，我是第一波被感染的人，其中的艰辛不说了，缺医少药，磕磕绊绊，所有的感染程序一个不落，别人1-2周就好了，我快1个月了，依然软趴趴地窝在家里。但是肖战不是说了吗？好好活着呀。是啊，好好活着，没有什么比好好活着更好的事情了。好好活着，可以看到这个世界自己喜欢的美好一切。好好活着，还可以看你高楼起，看你大厦倾，看你步步高升，看你摔得多重。2023年了，盼大疫彻底过去，盼生活和平安宁，盼身体健康快乐，盼肖战顺顺利利。我希望世界上的每一个生命都能得到尊重，哪怕是一只流浪猫，也有它避风的港湾。